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关于大龄剩女的视频呢火了，但是呢也招来了一波不服气的人在评论区可劲儿的骂我，说什么的都有，说我身为女性攻击女性，说我在贬低女人说我在搞性别对立，说我为了点流量拿他们说事儿。今天我就在这儿不做任何的辩驳，但是呢我只想问你们讲这些话的这些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谈恋爱的时候要看男人的态度，男生怎么给他花钱是最权重的评判标准，但是如果让女生花钱，那这个人就是个下头男。你们承不承认这件事情导致现在很多的男人都反感谈钱的女人，这个不是我教你们的吧？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谈恋爱约会，他就算是跟你 AA， 但凡他就是稍微的算计点抠门点，你们都受不了，对吗？而你们自己呢可以不花1分钱，也没啥态度。那到底是谁把你们自己当成了交换的标的呢？不是你们自己吗？这个是事实难道是我把你们说成这样的吗？难道是我把你们贬低成这样的吗？第二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的看看评论区，男的都在说什么？如果现在有的女的，你的观念你的认知是符合人道的，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那谁还会出来说你不对呢？你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才对，对吗？那为什么你的言行你的思想都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批判和嘲笑呢？一个成年人可以选择特立独行，但如果你要入世，你就要遵循入世的规则，不是吗？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想结婚？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结婚。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一个人不结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既想结婚，你又要想入非非，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把握好你没有规划好，你等到你一把年纪了，还想用自己的这把年纪来换取一个既优秀又年轻的男人。作为一个在婚恋市场混迹10多年的红娘大姐来说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概率很小我是不是又说到了你的痛处呢？你可以继续骂我，没关系，因为改变不了事实的。你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书店买2本书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作为一个成年人，尊重事实比你在这儿抨击我要成熟的多了，是不是？大家说对吗？最近呢，我们的北京大龄专场真的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却寥寥无几，局面真的是有一些尴尬的。女生们虽然都很积极主动个个都踊跃发言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却表现得比较冷淡。这些男生呢也确实从条件来讲，可能有一半都不及这些女生好，就有几位还算过得了这些大龄女生的眼，但是呢眼瞅着活动快结束了，这几位男士一个女生的微信也没有加，估计呢是一个也没看上吧。于是呢我就采访了一下他们的想法原来他们呢虽然来了，但是呢也是来装个概率的，如果能在大龄女生当中遇到一个满意的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非常遗憾一个也没有。他们说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年龄大，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生育价值所剩无几，生一个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如果一个大龄女生长得很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很好，经常锻炼，状态很好，那只生1个的话也凑合可以，最起码我看着她也舒服也值了。关键的是呢，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并不觉得自己颜值不好，她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认知有问题。她们明明在婚恋市场完全没有了竞争力，但是呢还是不想降低自己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子事业有成，情商高，长相好，哪一条她们也不想放弃，还想花男人的钱。尽管她们自己可能也不缺房子缺车缺钱，但是呢仍然想花你的。大龄女生呢很看重物质，但是年龄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处在和世界对抗的层次里，而不是去适应社会。她们又没有能力改变有钱人的看法，那些有钱人为什么要听他们 PUA 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说自己的阅历多，思想成熟，有房有车，工作能力强，他们认为自己的优点很多很多。其实大部分的剩女压根儿就不漂亮，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而已。工作能力强，有车有房，那也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刚需结果
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女孩还要高，说自己阅历多哈，可能其实只是情感经历多，还死不承认。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负价值的。大龄剩女虽然不服气，以为呢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所以就找不到优质的男的。其实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年龄大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经常我都听到有女生说我不想将就着找个人结婚，我真的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就很好奇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问题？现在到底是谁降低了谁的生活质量难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是女生在买单吗？是男生在天天要仪式感吗？是男生在要转账要红包吗？是男生在要买包买奢侈品吗？难道现在的结婚是女方在买房子买车？是男方在说父母养自己这么大不容易，所以结婚要几十万的彩礼要3金吗？我就不太明白男生如果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他不知道少了多少开支你们算过了没有？那些花在谈恋爱结婚这件事情上的钱够他们干很多很多的事儿了。不谈恋爱就不用去娱乐场所不用去看电影，也不用上高档餐厅，也不用1年几十个节日准备各种礼物也不用给他发红包转账买奢侈品送鲜花。不谈女朋友就不用去考虑贷款买房买车，每个月你就不用背上千上万的房贷车贷了，而且有很多贷款一还就是几十年，这几十年你都不能停止工作的，也不能轻易的辞职就要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想想都很压抑。不找女孩子结婚的话，就不用考虑以后小孩10几年的教育费用了只要不报复性的消费，即便是一天花100块钱，按照1个月挣5000块钱来讲，也能省2000。不过资本它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没有男性的消费呢，那女性被抛弃之后，他们会转战男性市场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顾虑可能也是多余的，因为男生他不像女生，他们的消费一般都很理性，因为钱是自己赚的嘛，他们会更知道钱的来之不易。昨天呢，我在之前我发的一个视频，资本即将抛弃女性的评论区看到了好多的人在晒自己不谈对象之后给自己买的各种礼物，有晒机车的，有晒轿车的，有晒跑鞋的，有晒鱼竿的，有晒电脑手机的。真的当男生开始取悦自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很多的男生都在说，自从我不给女生花钱之后，我发现我的钱真的是花不完的。想一想还真的是只要他不谈女朋友，那生活质量才叫杠杠的好。所以女生们真的别再说那样的话来混淆视听了，是你降低了人家男生的生活质量，还差不多。1个月挣5000的瞧不上人家挣2万的，1个月挣5万的看不上人家挣10万的。女生不管自己在哪个档次，她都觉得是男生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她们有的时候好像对钱根本就没有概念，对婚姻对生活也是完全没有正确认知的。你们觉得是这样吗？一个女孩子千万别把自己的人生顺序给搞颠倒了。你们的年龄就是你们在婚恋市场上最大的资本，真的是这样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女孩子从你18岁一直到你28岁，这10年就是你们择偶的黄金年龄，可以说时光一去不复返一定要把这个婚姻问题在这10年当中大概率的给搞定了。女孩到了大学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咱们就开始学摸着找个对象谈个恋爱了。有很多小姑娘是非常聪明的，有脑子人家老早在学校的时候就下手了，把那些优秀的小男孩给搞定了。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女儿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都说早恋会影响学习，可是人家心里比谁都清楚俩人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双双进入了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感情也很好工作了2年，现在打算呢把证儿领了。两家家长也非常的乐意，开开心心的看着孩子这么优秀还这么幸福，别提多欢喜了。这小姑娘就对了呀这么干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不要觉得学习有多重要多重要其实对女孩来说，找对象也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小姑娘多聪明人家凭什么就没有美好的未来？你们说人家脑子真的是很好使。而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些姑娘大学里父母就说好好读书不要谈恋爱影响学习让孩子傻读书死读书，天天吧也不展示自己也没有这个意识，天天就好好学习啦，不谈恋爱啦。完了呢，毕业了工作了每天就在家里边玩手机，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不展示自己。那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跑到你家里来找你？你说你觉得可能吗？
你又不是张柏芝啊，那张柏芝人家还老展示自己呢，一点都不懂男女之事啊。进入社会之后呢，又被各种的毒鸡汤给灌了啊，什么你若优秀，蝴蝶自来了，为了事业啊，各种的去读研读，把时间全部都用在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件事情上。结果呢，这一系列的操作结束之后，才发现自己30岁了。这个时候啊，想用自己的优秀来吸引优秀了。可是男人呢，不买账嘛，人家说了，你那个优秀啊，不是我要的那个优秀啊。28岁的男生啊，还愿意找28岁的女生，但是到了30岁的男生啊，已经开始不愿意找30岁的女生了。他们开始觉得你太老了，但是呢，优秀的女孩们不甘心啊，继续想找一个优秀的男人啊。可是如果你等到了35岁啊，还没有找着对象，那你基本上只能下嫁了啊，要不你就别找了。你瞧瞧人家这些聪明的小姑娘，17、18岁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先下手为强啊。人家不优秀你优秀啊，我还真的是不觉得。你能不能改变一下思路呢？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呢？哪儿有优秀的男人你就往哪儿去呗啊！你去读个 MBA 啊，你去长江商学院啊，这种地方优质男人多啊。你别整到35、6岁了啊，对象也没着落啊，开始慌了，开始着急了，这样还有用吗？啊，你们说是不是啊？我相信这是王婆说媒以来最让她为难的一个女孩了。这个女孩的择偶标准是这样的哈：第一，男孩的身高得1.8米以上；第二呢，衣品得好哈，会穿搭啊，长相呢是阳光帅气的；第三呢，男孩的收入哈，如果是体制内的话呢，年收入可以20万以上；体制外的话，必须年收入30万以上；第四的话呢，必须有房有车。女孩自己的条件呢，她是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具体收入不详，年龄是29岁，身高是1.68米。但是一个男人哈，穿衣有样，开车有牌，长得还帅，走路有派，兜里有钱，他们这样的男生真的有时间看这样的相亲节目吗？另外就是哈，有这个条件的男人还轮得到跟一个29岁长相又很普通的女生相亲吗？在我的工作当中，真的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姑娘哈，既要又要还要，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总是拿着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在说事儿哈。比如说是学历好，收入高，自己的缺点呢就掩耳盗铃，假装看不见，忽略不计。比如缺点是年龄大，长得丑，这几项指标真的我要说多少遍呢？女生不要用你自己的择偶标准去套男人的择偶标准好不好？你们是看男人的高收入，但是男人啊看的就不是你的高收入。你想用你的高收入去吸引高收入，这是错的。你只有拿你的年轻漂亮去吸引高收入才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一回我说明白了没有啊？大家一起到评论区聊一聊呢。你绝对想象不到哈，今天我们的相亲群呢，聊天记录彻底的炸锅了。有一个姑娘她在群里边疯狂的分享哈，她被一个男士坑经历，搞得我第一时间也懵了嘛。这个男的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赶紧的哈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呢是这样的，月初的时候有一个33岁的男士加了他的微信，职业呢是北京做生意的啊，人家一年也能赚个100-200万。这个姑娘呢是30岁，在北京某个国企做行政，颜值呢还可以，7、8分哈。姑娘觉得男士条件不错，上周呢约了一次见面，两个人呢都觉得挺投缘的。接着几天又约了第2次见面。这不刚过完女神节嘛，这个姑娘呢有个闺蜜就在朋友圈晒了一个金镯子，就感谢是男友给她送的。于是这个姑娘呢就动心了嘛，她就把截图发给那个男士，说自己也想要一个啊。结果呢男士看完就愣了2个多小时才回她，说现在买有点贵，要不咱等到5一之后再买吧。这句话一说出来，姑娘就不乐意了，她觉得男士啊是不重视自己。男士呢就直言不讳嘛，说咱俩才见了2、3次哈，你就提出这种要求，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姑娘解释说哈，只是想要个安全感，这个金镯子呢能证明你对我好。可是人家男士不愿意啊，觉得这是虚荣和拜金，说那算了吧，咱俩不合适。结果姑娘一听就急了嘛，这么优质的男人哈不能放跑了。她马上就示弱了啊，说啊我自己也是有能力买的，我不缺钱，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而已。男士一听呢就顿悟了哈，当场就安慰这姑娘说，那晚上我就带你去买吧。昨天下班呀，他们2个人就直奔周生生。姑娘呢就左挑右选的哈，看中了一个36克的金镯子，总共2万多块钱。男士就很爽快的给她结了账，把小票呢递给姑娘看了，那你看我已经买完了哈，这下我的态度显示出来了吧？姑娘啊刚想要接过金镯子，没想到男士突然把手一抽，说你不是试探我会不会买吗？我现在已经买了，但是这个镯子呢不能给你，我要在母亲节的时候送我妈。
你们说说哈，现在的男女相亲啊都这样了，咋整？在北京呢，因为这样的原因谈崩的相亲真的不少。这一对相亲对象啊，可以说非常的般配哈。结果就是因为一个原因谈崩了。什么原因呢？女生是92年的啊，美国留学的硕士，身材学历都很好。回国后啊，在某个大厂做运营管理啊，收入也不少。长相虽然不算大美女，但是有一种知性气质啊，说话很好听，性格也不错。就她这个条件来讲呢，可以说也是无懈可击了。那今天相亲见面的这个男士呢，是89年的啊，在一家央企中层管理，收入呢比姑娘高一些，在北京已经购置了房产啊，也有辆不错的代步车。他的学历呢也很了得，本硕都是清华的，现在博士在读。男生呢身高1米82啊，这个条件啊，这个男生也算是大部分女生眼中的标配了。结果他俩啊看完资料的时候都挺满意的，可是出来见面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一个话题。男生问这个女生在国外的时候有没有谈过男朋友，女生呢就实事求是的说嘛，当时谈过一个外国人，大概在一起呢同居了2年，后来呢还是因为生活习惯和性格上觉得不太合适就分手了。男生听到这儿啊就已经决定了结果。他后来跟我说呢，他是不太能接受跟外国人谈过对象的女生的，更何况是跟一个外国人同居过，还居然同居了2年之久，这跟离了一次婚有什么区别啊？大家觉得他到底是因为这个外国人呢，还是因为这个同居才不选择这个女生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今天我把一个客户给拉黑了啊，情况呢是这样子的，他是我的一个粉丝，关注我也挺久了，前几天突然给我发信息，说美女姐姐，你能给我介绍个对象吗？我们家呀催我催得不行了。我一听还挺高兴哈，于是呢就约他到我们公司嘛，聊了聊他自己的情况哈，包括他的择偶方向什么的，也做了定价，他都觉得 OK 能接受哈。可是呢，最后他跟我说，姐，你看能不能这样哈？你先给我介绍一个见一见，安排我们见面之后呢，不管成不成，我立马就给你交钱。结果1周以后呢，我就给他找了一位男士，很快呢就安排他们俩见面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见完了以后，两个人还挺满意的，男士这边觉得他不错。结果这个女的哈，见完这个男士之后，就没有要交钱的意思了啊，黑不提白不提了，而是跟我说，姐，你看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我呢也特别欣赏您的能力，我看你的视频每一条我都点赞，你看这个男士也觉得我不错，要不我先跟他接触接触，要是我们成了，我再给你发个大红包，你看行不行？我一听他说这话哈，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又来了一个画大饼的，这种事儿我见多了。说实话哈，难怪他单到现在。我呢啥也没说哈，我当场就把他拉黑了。大家觉得我做的对不对呢？梦游二婚女相亲条件啊，又把相亲男人给雷翻了。这是一个男网友的亲身经历。那天呢，36岁的二婚女跟这个30岁的二婚男呢，他们约着线下见面。之前两个人一直都在网上聊的，2个多月了终于要奔现了还是有一些小激动的。两个人呢就约到了一个公园，男士呢就先到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女士呢终于来了。结果呢，他说是因为路上太堵了所以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其实没太在意嘛想想大家都是来相亲的嘛，就相互说说自己的要求什么的。毕竟呢网上聊了很久，聊的也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这回呢就大家说明白好了开诚布公的。男士呢就让女士先说，于是这个女士就说之前呢自己说的自己是30岁，实际上呢是36岁不过周围的人都说自己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28岁的样子。问男士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年龄，男士没有接话说那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和要求就一起说了吧。于是这个女士又说我呢个人对另一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几点。一个呢就是在城里必须有2套房，因为自己是独生女，以后呢想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养老。男方的房子有一套必须要写他的名字这个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感，为了保障嘛，毕竟已经离过1次婚了再有呢就是结婚后男方的收入和财产都得让他来管理，怕男方乱花钱，自己呢感觉不踏实。最后就是结婚还是要彩礼的，不会很高，20万就够了。听到这里男士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你说你36岁长得像28岁的，那我要是告诉你，人家都说我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长得很像有钱人，你能接受吗？还有你说我的房子写你的名字是为了你的安全感，那我的安全感不是就没有了吗？对吗？
谁也不想再离婚，但是谁也保不准还会不会离婚的。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我还见过一个离过4、5次婚的人呢，那你怎么说呢？最后你说你要的彩礼不算多，也就20万，你知道一个男的要在城里买2套房，还得给你准备20万彩礼啊，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的人？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还会站在这儿跟你相亲吗？就在这时候，老远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就冲着这个女的叫妈妈妈妈。你说让我跟小朋友玩会儿，可是他们都走了，我就过来找你了。男士这会儿才恍然大悟说，啊，你还有个孩子呀？女士这会儿就一脸的尴尬哈，说啊，是的，我女儿都5岁了，刚才呢就是在哄她，所以我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啊已经完全下头了，说自己还有事哈，转身就走了。我说哈，现在有些人你出来相亲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大家都很理性的，没有谁那么容易被骗的，好吗？